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个，很多人可能都有感觉过的矛盾点。就是廖老师嘛，他常常跟我们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做人真难。对，这句话很常听到。感觉好像，人生就是充满了要了结的业啊、功课啊，没完没了。真的听起来压力蛮大的。可是另一方面，老师又一直强调人生难得，对，这个也讲很多。甚至说天上的神啊、佛啊、菩萨啊，都抢着要下来投胎做人。这个就有趣了。对啊，这听起来不是，有点怪怪的嘛？人生如果这么苦、这么难，为什么大家还要抢着来啊？确实，这个表面上听起来是有点冲突感。所以我们这次啊，就是想根据手边很多廖老师的问答开示资料，好好来拆解一下，看看这个看似矛盾的说法背后，到底藏了什么样的智慧。好啊，来厘清一下。目标是希望能够帮你梳理出一些核心的看法，看看能不能对我们理解人生带来一点不一样的角度了。很好啊，这个主题很重要。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来看看人生难这个部分。老师确实很直白常常说人间太苦，对，他没有回避这个。这点出了生活的现实面。我相信你多少也有体会了。是啊，大家都有自己的难处。但这个难具体来说，老师指的是什么呢？从老师的观点来看这个难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个是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业缘跟功课。业缘跟功课。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可能以前累世以来累积了一些代办事项啦。代办事项，哈哈。对啊，可能是要了结的恩怨情仇，或者是这一生必须学会的课题，这些就构成了老师说的那个因果循环。人生它有时候会形容像一场戏，像演戏一样，甚至是前世剧本今世演。从出生到死亡，很多经历好像都是照着一个蓝图在走的感觉。这个说法蛮玄的，但也蛮有意思的。对，然后另一个难的来源是灵性成长本身的挑战。灵性成长的挑战。是的，老师提到过，灵性愈高，挑战模考愈大。模考听起来有点可怕。这个模考你可以这样理解啦，就是说，当你的灵性程度提升了，宇宙或者说生命本身会给你出一些进阶考题像升级打怪那样，有点那个味道，就是用来验收你的学习成果嘛，所以挑战当然就更大了。了解。他甚至说过，要达到那个灵肉合一的境界往往需要经过大大小小劫难的洗礼。哇，所以听起来痛苦跟困难本身好像就是设计来磨练我们的。老师好像也从那个新的层面来解释痛苦，像是人的意识分别呀。对，执着法相、妄想这些。他分享过自己也是在大概48岁那时候走到人生的，他形容是绝路。有提过这段。然后才体验到所谓的开悟，才逢生。这听起来，难道说困难本身反而是个转机？你这个问题问到核心了。对啊，虽然困难重重，人生很难，但这个人生为什么有这么难得？对啊，为什么？恰恰就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让你去面对、去处理这些困难。去面对困难。对，去了业了缘，去学习，去体验，最终可能达到老师说的那个开悟了、明心见性的境界。如果人生一帆风顺，什么挑战都没有，那来人间一趟要做什么呢？好像就少了那个学习的机会。哇，所以老师形容的那个游戏人间，难道是说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这些我们觉得苦哈哈的经历，对，其实是我们自己的灵魂，自己选择来体验的关卡，或者说是剧情。这是一种看待生命的角度，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想法转变确实很大真的。而且老师的资料里，他很强调人类拥有其他生命可能没有的那种独特的灵性潜能。
独特的潜能是指什么？他特别提到人体内的那个松果体。松果体？对，他认为那是连接灵魂、开启更高意识的一个关键，是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灵的潜力所在。哦，这就使得人类能够进行更深层次的灵性修炼，像是他提到的阴阳双修啦、人神合一这些。就是透过练习去提升那个能量层级。这就有意思了。所以这个看起来充满挑战，让人觉得好累的这个人间，反而是一个最高效的修行加速器。可以这么说，是个高效能的修行载体。连老师提到的那些可能在更高维度的，像天堂的众生，对，他们都还有可能经历战争、斗争，甚至堕落到地狱。是，老师有提过这个可能性。那这样说起来，人间的这些苦，反而提供了一条很独特，甚至更直接的成长道路。没错，这就是理解这个看似矛盾说法的关键点了。关键点就是人生之难，恰恰构成了人生难得的核心价值。难反而变成了价值。对，那些挑战、那些业缘、那些功课，他们并非只是来找我们麻烦的，他们其实是我们成长、了解因果、提升灵性的必要的工具。还有道场。老师说，娑婆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修炼场。娑婆世界就是道场。对啦，所以重点就不是一直抱怨或者想要逃避困难，而是要学习怎么去面对它。没错，你看老师一直强调的那个心态很重要。他说要100%接受感恩，接受还要感恩对，然后100%体验受苦，去体验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体谅厌苦。然后最关键的是后面那一句，100%放下放尽。这个100% 放下听起来很绝对，是要我们变得麻木吗？连感觉都不要有？我想这里的放下可能不是指变得麻木无感啦，那是指比较像是你全然去体验了，但是你不执着在那个体验或跟结果上。不执着。对，就像你看一场电影，你看得很投入，跟着哭跟着笑，但是你知道这是戏嘛？电影结束，灯亮了，你就走出戏院了，不会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或者一直去想那个结局。我好像有点懂了。把人生看作一场可能自己也有份参与设计的游戏或剧本，就能更坦然地去经历那些顺境逆境，去体验快乐，也去体验痛苦，然后学习放下对结果，甚至对过程中那些感受的执念。体验，然后放下。对，困难是必要的磨练嘛，就像老师说的，人不经磨难，永远不知天高地厚。有道理。所以这个难反而成就了他的难得，就是这个意思。困境就是我们的道场，然后磨练就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养分。没错，并不是要我们去喜欢受苦了，而是去理解那个受苦背后的意义跟它的价值。对，理解那个意义。好，那总结来说，廖老师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但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人生的苦跟难恰恰是它无比珍贵的原因所在。对，苦难造就了它的价值。这趟旅程充满了功课跟试炼，没错，但也正因为是这样，才提供了了结溯源、提升灵性的绝佳机会，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一个连天上的神佛都可能羡慕的机会。是的。最后想留给你一个可以带回去好好想一想的问题。老师也提过一句话，叫做失人生难。对，失去了要再回来很难。意思就是说，失去了这个做人的机会，要再回来是很困难的，非常难。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体认到，这一生的难正是它难得的地方，了解到眼前这些挑战，或许就是你灵魂来这一趟的必修课。此行的目的。那么你会怎么样重新去看待生活中那些让你觉得不顺心、不如意的人跟事呢？
这个值得思考。也许他们就不再只是沉重的负担了，对，而可能变成是帮助你成长蜕变，让你更快通关的阶梯，变成助力了。